欢迎来到音乐家的无聊人生。你听过这首曲子吗？这首《梦幻曲》是舒曼最有名的一首钢琴曲之一，收录在他的钢琴曲集《儿时情景》里面。它是很多学钢琴的人小时候在教本里面一定会弹过的作品。不过，虽然它这么的通俗，虽然表面上叫做儿时情景，但是它里面却有很多的情绪是我们长大之后才能够体会的。上个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霍洛维兹，每到了音乐会结束，就固定会演奏这首梦幻曲当做安可曲，让成千上万的听众都流下了眼泪。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看看这首曲子到底有什么魔力，以及有什么细节是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注意到的。儿时情景这套钢琴组曲虽然表面上听起来天真可爱，演奏难度也不高，但它其实并不是写给小孩子的。我觉得它是从一个大人的角度去出发，回想自己儿时的种种回忆。这就是为什么整套作品里面每个角落都藏有许多意涵深远的细节。舒曼原本写了30首小品，最后选出了其中最喜欢的13首，编成了这套组曲。其中的梦幻曲位于第7首，是整套作品的中心点，有着不凡的意义。它的架构其实非常的单纯，旋律的基本形状是长这样的。它先是一路往上，然后到达这个最高峰的音之后，再一路的往下。虽然大的架构看起来工整又单纯，但它其实细节里面有很多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着。我现在照着拍子弹这个开头给你听，请你仔细听听看这个最高峰的音发，看它是不是听起来有一点怪怪的呢？为什么我会说它怪怪的呢？因为它出现在了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上。首先，这是一首4拍子的曲子，在传统的音乐里面，无论是几拍子的音乐，第一拍一定都是最重要的一拍，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强拍，而其他拍则是相对的弱拍。所以，一首4拍子的音乐的脉动听起来应该会是1、2、3、4，1、2、3、4。1、2、3、4，1、2、3、4，1、2、3、4，1、2、3、4。在这些音乐里面，你都可以明确的感受到，第一拍听起来一定都会比较重要，或应该说，它就是因为比较重要，所以才会被定义为第一拍嘛。知道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看舒曼的这首梦幻曲，你就可以发现它有多么的不寻常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最高峰的地方，它听起来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此非常超级无敌重要的一个音，它居然不是发生在最强拍的第一拍，而是在弱拍的第2拍。1、2、3、4，1、2、3、4、1。换句话说，它的第2拍被强调了。第一拍则被弱化了，而且不只是这个小节，在后面一整段好几个小节，它们同样都是第2拍被强调，第一拍被弱化。1、2、3、4、1、2，你是不是有一种总是找不到它的强拍到底在哪里的感觉呢？舒曼可以说是完全把拍子跟小节线当作没有存在一样在写这段音乐，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这首曲子听起来会这么梦幻、这么美的原因了。它听起来有一种悬浮在空中又捉摸不定的感觉，尤其是这个最重要的高峰的那个音，它的出现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就像是在梦中发生的事情一样。以上介绍的就是这首曲子的基本句型，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再来复习一下吧。它的特色就是会有先往上再往下的句子形状，然后最高峰的位置发生在一个很梦幻的第2拍，之后他就把这个形状的句子不断重复了1、2、3、4、5、6，总共6次。
虽然这6次大致的形状都差不多，但是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舒曼每次都会在抵达最高峰的时候，让它出现新的和声，在重复的架构底下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情绪。比如说第1次的高峰配上的是这个和声，第2次的时候则变成了这个和声，第3次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听起来更纠结的和声。第4次的时候，整个句子甚至直接离家出走了，完全跑到另外一个遥远的调去了。到了第5次，也是倒数第2次的时候，在刚刚经历过那些纠结还有离家出走之后，他终于要回归初衷了。他回到了这个句子第1次出现时的原始样貌。到了第6次，也就是最后1次的时候，这里就是整首曲子里面情绪最高峰的时刻了。舒曼在这里像是变魔术一样，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把之前我们听过的那些已经出现过的素材动了一些手脚之后，结果却产生了一个言语无法表达的感人时刻。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首先，他把这个句子第2次重复的时候的那个旋律完整的复制了一遍。虽然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旋律，但它却在最高峰的那个时刻配上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和声。这个和声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要去分析它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和弦而已，在古典音乐里面是到处都可以听到的一种和弦。但是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当这个平凡无奇的附属和弦跟这个最高峰的音拉同时一起出现的时候，却产生了一个千言万语都无法描述的情绪。这个最高音的拉，因为遇上了底下的附属和弦，而转变成为了一个感情丰沛的乙音，好像对所有事情都已经释怀了一样，准备迈向最后的结束。而在最后短短的2个小节，舒曼再次变了神奇的魔术，他把那个出现过好几次的下降音型又重复了一遍。我们来复习一下，它原本听起来是这样子的。这里我只弹了2个声部，因为我想要让你仔细的听听这2个声部美妙的合唱。在原本的版本里，它的主旋律会在嗦拉降西之后下降到发嗦拉，而舒曼在最后结尾的那一次就对这个地方动了一点手脚，在嗦拉降西之后，他这次并没有继续往下降，而是再度把这3个音又重复了一次。好像是走到了尽头，却还是非常的不舍，把同一句话又说了一遍一样。而且左手的声部从原本跟右手相反的方向，西拉嗦，在重复的时候却变成了跟右手同样的方向，一模一样的音，嗦拉降西，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平行8度。这样子小小的更动创造出的是一个不舍的情绪，2个声部从原本相反方向的互相对抗，最后终于放下了悬念，合而为一，一起意味深长的把这3个音重复了最后一次，最后再一起迈向结束。我再来弹一次这一整段的2个声部，给你感受一下他们的互动。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个重复
在音乐的结构上其实是完全多余的。如果我把这个重复给删除了，不但不会对结构造成什么问题，反而还可以让这个结尾听起来更工整。因为这样子的话，最后一个音就能很合理的发生在第一拍上面了，有一个很明确的结束。我来弹一次省略了重复的结尾给你听听看。我们从更前面一点的地方开始。是不是听起来也行啊？而且更工整了。但是舒曼就是不愿意这么做。这个工整的结束听起来实在是太平庸了，而且听起来非常的空洞。我现在再来弹一次多了那个重复之后的结尾，请你仔细的感受一下，多了这个重复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情绪重量。你有感受到吗？这个小小的更动就足以改变一切。它让这首曲子有了一个不完美，但是却意义非凡的结尾。这首梦幻曲虽然只有短短的2分钟，但绝对是一个永世不朽的作品。在舒曼的那个年代，这首曲子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名。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因为大钢琴家霍洛维兹很喜欢弹它当做安口曲，以及1947年的电影《Song of Love》把它选作了主题曲之后，而让它的美被更多人发现。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也推荐大家去听霍洛维兹的录音。虽然我没有办法像霍洛维兹一样把这首曲子弹得这么精彩，但是还是请容我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完整的弹一遍给你听。我们就在音乐结束之后，下部影片见。